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几乎每个女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几颗痣，而痣的不同位置所代表的含义不同。有的痣可能带来好运，而有的痣象征含义可就没那么好了。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女人的痣长在哪里是有福气的。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一、眉毛上有痣的女人事业运极佳。眉毛上有痣的女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和出色的交际能力，而这些优点会在职场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发挥。眉毛上有痣的女人会有很好的事业运，她们思路清晰，办事灵敏，而且懂得察言观色，不仅可以迅速地搞好与同事的人际关系，还可以充分地考虑到老板的需要，在高效率的工作前提下投其所好。与此同时，在职场上眉中有痣的女人好像有天生的好运气庇佑一样，在职场中总是一帆风顺，事事顺利，不仅不会遭到同事们的刁难，还会在他们低谷的时候遇到贵人的帮助，从而让他们在职场中一路顺畅，步步高升。总的来说眉毛上有痣的女人拥有令人羡慕的事业运。二、耳垂有痣象征有福长寿。耳朵是极易被人忽视的一个部位，但其实许多时候耳朵这个身体器官却暗藏着许许多多的玄机。老安常常说耳垂后的女人旺夫有福气，而在耳垂上有痣也是一个好兆头，象征这一生会福上加福，而且健康长寿。耳垂上有痣的女人天生就受上天的好运气庇佑，一生虽然不会有什么大富大贵，也不会嫁入什么富贵人家，但起码可以过得平平稳稳，不会有什么大风大浪，家中更不会遭遇什么重大的变故。大多数耳垂有痣的女人都会一帆风顺地度过这一生。可能是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屑一顾的，可真正到长大了就明白平安健康是多么不容易的生活了。不仅如此，生命是每一个人活着的基础，很少有人是不惜命的，所以耳垂有痣的女人一生可以健康长寿的这份好运气也着实令人羡慕。三、胸部有痣代表爱情甜蜜。没有哪一个女人不对一段甜蜜幸福的爱情充满期待，而当女人遇到自己心仪的人时，也会格外的小心谨慎。她们既害怕错过正确的人，又害怕所遇非人，受到欺骗和伤害。因此，爱情对于女人来说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而胸部有痣的女人往往有着极佳的爱情运。胸部对女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隐秘的部位，而在胸部有痣，象征着这类女人可以最终遇到那个值得托付的人，收获一段长久且甜蜜幸福的爱情。或许在这之间不会有一见钟情的浪漫桥段出现，或许在遇到真命天子之前，他们需要等待很长的一段距离，但他们一旦碰到了命中注定的人，他们就会变成全天下最幸福的人，会被自己喜欢的人捧在手心里，细心呵护，并且甜蜜幸福地共同度过一生。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痣，有几种富贵痣非常稀有，这处长痣寓意吉祥。富贵痣是大富大贵好命的象征，不能够轻易点掉。现在来说说女人身上有哪些部位是富贵痣。一、太阳穴的富贵痣。一般长在太阳穴的痣特别少见，但也不能不代表它就不存在。一般太阳穴的痣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太阳穴的部位在相学上被称作迁移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驿马宫。这些部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升迁、移民、旅游。如果这个部位是一颗恶痣，那就说明出门旅游或者在外做生意的时候会很不顺利。如果是善痣，那就代表你在旅途中会收获特别的喜兆。二、中心痣。中心痣一般人都会长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如果你身上也有中心痣的话，请不要轻易点掉。如果一个人出生就有中心痣的话，就说明这个痣
能给她带来好运气，即使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重重的困难，也会有贵人来相助。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痣的人出生后便衣食无忧，他们一出生的起点就比人家的终点还要高，从小生长在优秀的家庭环境中，往后无需太过辛苦的奋斗。3. 眉后痣。很多人在眉毛的附近也长了痣，在眉毛的后半部分，痣被称为彩霞，它象征一个人的理智与才能，以后可能做一个美食主义者。如果是善痣，就代表喜上眉梢，说明你的人际关系特别好，生意很有一套。如果那颗痣是灰色的恶痣，就象征着你家里的兄弟姐妹中会有一位遭遇不幸，要不然就是自己身体方面比较容易受伤，或者家庭出现了矛盾，特别是30岁以后一定要特别注意。4. 上唇痣。大家都说嘴唇上长痣特别的性感，娱乐圈里也有不少的明星嘴唇周围都有痣。有一个女星叫樱桃，她就是下嘴唇上有颗痣，上嘴唇长痣是一种福相，表示一生不愁吃穿，而且自身也是一个美食主义者，人际关系特别好，但是性格方面吧，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5. 下巴痣。下巴附近的痣主要是代表着屋宅、奴仆、田地、机智，这样的痣表示你到中年以后一定会布置华丽的田产等不动产，所以不用担心你晚年过得不好。另一方面也代表你是一个人，一个非常讲究生活品味的人，吃东西只吃招牌的饭菜点心，家里的摆设家具都是比较古朴的风格，房子装修的古香古色，非常的有古代的韵味。如果你以上的5个部位长痣的话，那么恭喜啦，必能够富贵幸福啊。除此之外还有旺夫痣。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而这个女人肯定具有一定的特征才能旺夫，人们把这一些痣称为旺夫痣，代表长有这些痣的女人往往比较能够旺夫。那么这个痣的所在位置也是非常的奇妙，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旺夫痣分别在哪些地方。旺夫女人身上的旺夫痣额头的右边稍微靠近发梢的地方，如果有痣的话，说明女人性格温和有礼，孝敬长辈，受到长辈的喜爱，这样家庭会非常的和睦。左下巴有痣的女人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因为这样的女人自身条件比较优越，家庭环境富裕，家族企业根深蒂固，结婚后对丈夫的事业经济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和帮助。右耳有痣的女人有帮夫运，右耳垂有痣的女人有智慧，聪明伶俐，耳珠有痣的女人财运比较好，可以帮助丈夫在事业上有一定的突破和发展，前途比较光明。右肩上方有痣的女人主财旺夫，女人眉中有痣是富贵相的征兆，而且女人本身貌美如花，身材高挑较好，能干漂亮，可谓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啥都会，每个领域都会涉及一点。鼻梁上有痣的女人性格乐观，积极向上，善良有爱心，遇到事情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即使遇到挫折也不会慌张，而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嘴角右上方有痣的女人财运、子女运都非常好，婚后不仅自身财运大发，而且可以影响到丈夫、儿女的身上，是属典型的旺夫的女人。一个成熟的男人都会梦想到能够娶一个善解人意又能在事业上帮助他的女人，要是这个女人还能旺夫，那就更加锦上添花了。旺夫女人往往都是善解人意、温柔有爱心，一个成功的男人就会对这种类型的女人产生依赖感，这样在男人疲惫的时候可以倾诉与自己的女人，孝顺父母，能够照顾好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生活上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家人，工作上予以丈夫帮助和支持，
这个可以让打拼中的人毫无顾虑地奋斗自己的事业，待人真诚实意，表现在平常生活的明事理通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巴属于面相中的一部分，虽然不是主运，却与人中一样，管着你的晚年运及人生福气，所以小事不得。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从下巴来看你人生的祸福呢？一、方下巴，事业成功，寿命长。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比较方阔的话，这种人一般做事很有原则，而且很有上进心。不过自尊心太强，非常的爱面子，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容易得罪人，所以朋友很少。不过这种人目标感非常强，做事也很有条理，做事认真，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身体健康，容易长寿，事业也容易获得成功。对待感情比较的理想主义，也比较的专一，对事业很有进取心，还有着很强的责任心。男人方下巴，性格强硬，一生忙碌；女人方下巴，做事果断，异性缘好，但意志力不强。二、下巴长，聪明能干。下巴如果长得比较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内心比较的正直，做事积极而主动，稳重而大方，而且很有坚持力，能够有始有终，不喜欢中途放弃，并且精力充沛，重情重义，乐于帮助他人，人缘非常的不错。女人下巴长，外刚内柔，家庭责任感比较强，做事有条理，懂得精打细算，但是掌控欲强，家中容易出现女强男弱的现象。男人下巴长且宽，属于典型的实干派，有着很强的领导力，但比较的大男子主义，对家庭缺乏关心和重视。三、圆下巴，女有福，男有财。如果下巴长得较为圆润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温和，心胸豁达，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和包容心，待人谦逊有礼，而且这种人不论男女，大多非常的顾家。男人长有圆下巴的话，大多性格温顺，子女贤孝有出息，事业和爱情都比较顺利，而且很有责任感，待人也非常的真诚。虽然缺少一些灵活和冒险精神，但特别的可靠稳妥，一生安稳幸福。女人下巴圆润的话，大多非常的善解人意，懂得为他人着想，人缘非常好，婚后旺夫兴家，晚年富贵有福气。四、下巴短，晚年无靠。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较短的话，这种人头脑聪明而理智，但是想法容易不切实际，有一些神经质，性格方面比较的善变。男人如果下巴较短的话，大多行动力不强，属于那种想法比较多但做的很少的类型，做事不够主动，也不善于交际，人际关系一般，事业上难有太大的作为。女人如果下巴过短的话，考虑问题比较现实，但做事没有长性，容易见异思迁，家庭稳定性比较差。五、蟹下巴，一生漂泊。蟹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向后缩，这种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向，个性也非常的不稳定，做事有时会比较任性，缺乏耐心，而且思想容易走极端，做事有时候不考虑后果，容易半途而废。这种人理财能力和攒钱能力比较差，处事比较武断，感情不太顺利。相书中有云，下巴后缩，家里没窝，晚年生活比较孤苦。男人长有蟹下巴，大多缺乏自信，一生比较平庸。女人长有蟹下巴，缺乏耐心，做事比较怠慢，婚姻不理想。六、兜下巴，事业成功，晚景无忧。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小巧圆润且向前方翘起，正所谓下巴有兜，一生无忧。长有兜下巴的人大多比较自我，做事坚持，而且爱好广泛，很有才华，异性缘非常的好。男人如果长有兜下巴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顾家，个人能力也比较强，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女人长有兜下巴的话，个性温和，容易相处，而且富有爱心，家庭责任比较重，对长辈孝顺，
工作时也很积极热情，家庭和谐稳定，晚年富贵无忧。以上6种下巴，你是哪一种呢？人的下巴面相能够预测晚年生活是否安定，以及与晚辈的相处情况。在面相学方面说，下巴圆润者晚年生活安逸，下巴尖尖削者晚年辛苦。但是面相仅提供参考，不能一概而论。生活好坏也是与人的努力有关，无论我们拥有怎样的下巴，都有能力让自己过上幸福的晚年。下面接着来看晚年生活如何看下巴面相。1. W 型下巴。W 型下巴也就是下巴中间稍有凹进去，呈现微微的 W 型。有这种下巴的人较具有个人魅力，并且晚年体力不衰，老当益壮，生活丰富精彩，持续发光发热，是晚年运不错的下巴。譬如著名美女影星林青霞和麦克道格拉斯，下巴就是呈 W 型的。呈 W 型的人审美观佳，在艺术美学等创作方面有不错的表现，不喜欢庸俗平凡的事物。由于感情丰富又有魅力，恋爱机会往往很多，但奇妙的是，他们却能做到巧妙控制恋爱节奏，懂得自制，不至于因滥爱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人老而心不老的持续尝试各种事物，将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晚年。2. 尖削的下巴。下巴尖削的脸比较常在女性身上看到，俗称瓜子儿脸。由于这种脸型迎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观，因此常得异性喜爱。年轻时的运势是左右逢源，颇吃得开，但是这种下巴晚年运势平凡，因此年轻时需培养节约储蓄的观念，钱不可使尽，且心存厚道，晚年才得以安然地颐养天年。若下巴不止尖削，还同时后缩的话，稍稍后缩是 OK 的，表示个性谦和淡泊，不与人争。若下巴后缩明显严重，表示脑部发育不完全。面相是人体五脏六腑形于外的展现，且个性太过敏感，常会做错决定，晚年辛苦，要把神经练得大条一点。3. 宽厚的下巴。下巴宽厚丰满的人一般晚年运很好，也较得晚辈部属的拥戴。下巴的肉以结实为佳，如果肥肥软软的，这种虚胖的肉不值钱，只是代表常得口福，并不代表晚年幸运。下巴又圆又大，结实丰满的人，待人处事富人情味，多能营造家庭温暖，晚年的婚姻和财运都不错。就算是做不婚族的单身王老五，也是凡事看得开，想得开，烦恼不上心，晚年是过得乐天知命，快活，逍遥得很。4. 下巴有痣。黑色红色的痣为美痣，咖啡色灰色边缘不整齐的痣为恶痣。下巴有美痣的朋友能得到部属及晚辈的效力和尊重，晚年生活常常不虞匮乏，能有福气居住到好的住所，所谓福地福人居。女性婚前不乏男生喜欢，婚后也是工作与家庭都能打理得很好，是很好的相。相反的，下巴有恶痣的朋友晚年必有一失，状况轻一点就是住所不佳，容易住到出状况的房子，譬如海沙屋或凶宅。更有甚者，晚年将无法守住祖业及打拼成果。更不好的可能性是和后辈处不来，事业和家业被下属儿女败光，老运因此坎坷。庆幸的是，志向与其他征兆相比，是影响命运较轻微的。5. 双下巴。双下巴是一种福相，大家不要误以为双下巴就是肥胖造成的。双下巴的形成和修养心地有关，和胖瘦无关。许多瘦子也有双下巴，心地好，修养好，有度量，双下巴就慢慢的日积月累跑了出来。许多人是中年以后生出双下巴，有双下巴的朋友自然而然就广结善缘，财运特别好，常有意外之福，还和房子特别有缘，不动产的运气佳。人家买屋是勒紧裤腰带，
苦哈哈，你是不知不觉就赚到2-3间房，做无壳蜗牛的几率甚小。双向。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生活中有很多富甲一方的人，也有很多贫穷落魄的人。但无论一个人是富贵是贫穷，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都是命运的安排，都是老天爷的决定。而我们的体相中也会出现一个人贫穷的信息。那么此生注定是贫穷人的体相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大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1. 臃肿无收。在相学中，体型以魁梧有形、比例均匀为佳。如果一个人的体型看上去非常臃肿，整个人看上去也非常的没有精神的话，这种人不论男女，大多非常懒散，好吃懒做，自我克制力比较差，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做什么都很难成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贫贱之相。2. 弓腰驼背。相书中有云：身高而直，命占一贵。如果一个人的体型高而直的话，是一种贵相。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疾病，而是因为行为习惯后天形成的探头驼背的话，是非常不吉利的。这种体相看上去就像一直低着头找东西一样，非常的不自信，做事缺乏魄力和决断，尤其是年纪轻轻时便如此的人，必定贫贱。3. 胡须过硬。身体毛发为人血气之余，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运和性情。如果一个人的胡须较硬且比较蓬乱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情非常的暴躁，而且思想比较的极端，喜欢惹是生非。女人毛发旺盛则性格比较极端，为克夫之命，家庭难和谐。男人毛发粗硬则克妻克财，喜欢闹事。声音雌雄颠倒。声音雌雄颠倒比较容易理解，说的是男人声音纤细，像女人一样，女人声音粗犷，阳气较重。男人女生则性格柔弱，缺乏男子气概，性格方面比较懦弱。女人男生性格则非常的刚直，性情急躁，做人做事都没有耐心，性情非常的霸道，非常的大女子主义，婚姻不顺。5. 两腮无肉，牙骨突露。两腮主要指的是腮骨和牙骨。如果一个人的两腮尖削无肉，形成倒三角的锥子脸的话，这种人一般缺乏责任心，为人也非常的自私，不懂得为他人着想，而且内心非常的固执，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性格非常的霸道，凡事都是以自我而为中心，对待周围的人非常的小气，典型的守财奴，即使有钱也是富屋贫人。而牙骨突露就会形成吹火口，这种人个性顽固贪婪，喜欢斤斤计较，人缘很差，一生难富。6. 瘦而无臀。臀部在体相中为人的靠山，关系着一个人的财运和福气。相书中有言：秸秆屁股大长腿，不受穷也是短命鬼。屁股大而有肉的人很有靠山，往往能够得到家中人和贵人的相助，事业发展比较顺利。而且这种体相的人心宽体盘，凡事看得比较开，也比较懂得享受生活。如果一个人体型偏瘦且臀部扁塌，看上去就像没有屁股一样的话，这种人一般喜欢抱怨，缺乏包容之心，而且体质偏弱，桃花运和财运都比较差。7. 头尖额窄。头顶比较尖高的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而额头低窄塌陷的话，这种人一般目光比较短浅，做事缺乏远见，只顾眼前利益。相书中有言：头尖额窄无贵相，这种人一般心胸狭窄，做事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的规划，而且出身比较差，从小家庭环境不佳，父母能够给予的助力很少，
凡事都得靠自己去努力。生性比较的贪婪，喜欢占便宜，经常为了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俗话讲，贪者必贫，这种人即使有钱也很难长久，必定贫穷。8. 眼睛无神。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心活动，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运势。如果一个人的双目无神，目光看上去比较呆滞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懦弱，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退缩和逃避，整天看上去精神恍惚，做事不专心，思绪比较混乱，缺乏分析和判断力，而且又特别的喜欢贪小便宜，财运比较差，一生凄苦无才，生活非常的艰难。9. 头小脖子长。头部为大脑之所在，如果一个人的头比较小的话，这种人大多智商不够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身边人，还有那些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成功人士一般头长得都比较大，几乎没有小头者。如果一个人的头小且脖子比较细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心气比较低，做事缺乏自信和坚持，总是有始无终，很难坚持做到底，一生贫穷破败。10. 鼻小凹陷。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主男人的事业运，主女人的夫运。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高挺有肉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自信，能力也比较强，内心也非常的正直，事业方面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比较小且非常凹陷的话，这种人一般为人非常的小气和自私，而且性格也比较的内向，不爱表达，也不太爱与人交际，在事业和感情方面缺乏主动，喜欢斤斤计较，挣钱也比较困难，一生财运比较差。11. 下巴短窄。下巴也称地格，代表一个人的聚财能力、处事态度、责任心和蓄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下巴比较短窄的话，这种人一般定力比较差，内心非常的不安稳，但是做事又浮躁，不够脚踏实地，行动力比较差，考虑问题也不够周全，总是比较的表面和片面，积蓄财富的能力比较弱，晚年生活也比较的贫困。12. 脚长身瘦长。脚为人走路的工具，腿部承受着身子的重量。如果一个人的脚长得比较长，且身形也比较瘦长的话，这种人形大于思，行动力非常强，但是做事容易欠缺思考，比较的莽撞，习惯于冲动行事，所以一生也是多做少成，事业上经常容易遭遇失败，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奔波忙碌，一生贫困辛苦。13. 手掌平薄。手掌代表着一个人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掌控力。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水平伸开，看上去非常的平，掌心平坦不凹的话，在相学中，这种手相称为手掌平薄，代表着财库薄弱，存钱不易。最好的是掌心内凹，能够存水，这种手型的人一般对于钱财的掌控力比较强，能挣能存，一生富贵。而手掌平薄的人不仅自身财气较弱，挣钱困难，而且花钱没有节制，存不住钱，一生劳碌辛苦，却难有收获。14. 脚掌只有横纹，没有直纹。脚是人走路的部位，行走的力度和态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如果一个人的脚掌只有横纹没有直纹的话，这种脚相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稳，不喜欢在一个地点长时间的停留，做事也非常的不踏实，所以需要经常各地奔波不停，但是却很难有好的结果。虽然也比较的辛苦，一生忙忙碌碌，
但是却挣不到什么钱，一辈子过得辛苦而劳累。15. 命宫深锁。命宫即是两眉之间的部位，在相学中也称印堂，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心胸、财运和社会地位。如果一个人的命宫深锁，则眉间的皱纹就会多而深刻，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愁眉不展。这种人一般心思非常的重，性格比较内敛，心里整天装着许多事，也不会向别人展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待人处事方面不够真诚，凡事喜欢计较，人缘不是很好，事业和婚姻都不太顺利，财运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晚年容易无依无靠，生活辛酸艰难。其实一个人体相无论是穷还是贵，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不然万贯家财还是会败光，好运气也会流失。而穷命也是靠拼搏，说不定哪一天时来运转，还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所以终需自己努力，方能大富大贵，命好一辈子。如果你的体相穷命，记得也不要怠慢，生活还是得努力。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